欢周老师频道，请按赞、分享，或者是加入成为学员。学员限定影片将使你的国文更上一层楼哦！等等等等，还有周老师最新出的经典古文阅读指南，马上扫描 QR Code 购买吧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10分钟国文轻松读。今天我们要讲一首非常有名的词作，就是柳永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的这一篇词作。这首词当中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句子，其实大家都可以把它记起来，实在是太美了。我们就来马上看看里面的句子到底有多美吧。这一首是一个讲述他个人羁旅之苦的这样的心情。所谓的羁旅，就是他在外流荡，居无定所，所以他可能常常要跟他的好朋友们分开。那这种分开，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面了，更增添了整个离别的伤感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文章的基调。这边说到，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寒蝉，它点出了我们的时间点在秋天。秋天的蝉叫声啊，它非常的低沉忧郁，所以会让听的人觉得很忧愁。所以这样子凄切，指的就是凄凉悲切的叫声，就是整个送别它的伴奏音乐，它的背景音乐。长亭指的是古代啊，它会每隔几里路就建一个休憩的亭子，让这些行人行旅可以在那个地方休息，所以长亭就指的是休憩的地方。那为什么我要在长亭呢？因为我要送别，不可能送太远嘛，所以我们就可能约在城外的某一处，最多送到这个地方了。然后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会办一个酒席来为你饯别。晚代表我们在这个地方待了很晚了。那为什么会待很晚呢？当然是因为舍不得离开嘛。可是另外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骤雨的关系，因为下了大雨，所以让整个出发的时间它是 delay 掉的。歇就是停，因为骤雨停啦，所以整个的行程就要往下继续了哈。都门帐饮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都门就是国都，帐饮就是刚刚所提到的，我们会在送别的地方摆下酒席，饯别喝酒，佳肴美食摆在面前，它都是毫无滋味的，因为要送别了嘛，要跟好朋友你喜欢的人分开。无绪就是没有精神。方留恋处，有些版本会多一个方。当我们还在留恋依依不舍的时候呢，船夫就说了，赶快啊，我们要趁现在没雨的时候要出发咯。催发嘛，催促着要出发，不要再喝了，赶快上来，要走咯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离别的情绪就硬生生的被打断了，被迫的呢要分开来，因为你不能够再拖延了嘛。你可能这个时候会想说，再来一场大雨吧，不想要走。可是没有办法，没下雨了，船夫要走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刻啊，我们两个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执手就是牵着手，握住手，握着手，互相对望，眼睛流着泪。可是这个当下，我们讲不出任何的话，竟无语嘛，没有任何的话。为何？因为我们都凝噎了，太难过，太悲伤，因为哭的哽咽呢，而声音断断续续，不成句子。那我勉强说出来的话是什么？就是想到了念去去，千里烟波，暮霭沉沉，楚天阔。想啊，你去到这么遥远的地方，
所以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悬想视线，他在讲一个未来你到那个南方的场景。去 Expelliarmus 去，两个叠起来，它就是强调了你要去到非常远的地方，所以代表目的地的遥远。你要经过千里的水波啊，才会看到傍晚时沉重的云雾，还有南方辽阔的天空。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很晚才走了，你到的时候已经是隔一天的傍晚了，所以我预计你会看到这样子辽阔的场景。所以从这样子辽阔的场景当中，更凸显了分别之后个人的一种孤单之感。这对比嘛，辽阔的自然对比渺小的我，更加深了离别的哀愁。上阙呢，主要是在讲景色跟情感的部分，到了下阙，它进入到一种个人感想的抒发。多情自古伤离别，多情的人啊，自古以来就是觉得离别是一件非常感伤的事情，像是楚辞里面所讲悲莫悲兮生别离嘛，更哪堪冷落清秋节。离别就已经够哀愁了，我哪里还能够承受，堪就是承受，在这么萧条的秋天来离别呢？因为秋天万物开始凋零了嘛，这样子的自然景色更增添了离别的感伤。今宵酒醒何处？这个宵者是晚上的意思，因为他们前面不是喝了酒吗？那因为你是悲伤的离开，所以更是喝得比较凶一点。今天晚上我要在哪个地方醒来呢？不是在你的床边，也不是在你家，我是在一个孤单的地方，就是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杨柳其实这边就有点暗指我已经到南方了啦。我一上船醉倒了嘛，醉倒之后一醒来，哇，已经到南方了。所见到的景色呢，就是早上吹来的晨风跟残破的月亮，也代表了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分开来了，我们已经很有可能不会再见到面了。所以后面说此去经年，这一次离开之后，今年呢，你可以说好几年好几年若干年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说明成长时间，就是这一次离开之后应该会有好一段的时间吧。应是良辰好景虚设，应该我所见到的美好的季节、美好的节庆、美好的景色，对我来讲它都是空的，它都是形同虚设的。良辰好景对于人来讲应该是开心的嘛，应该是去欣赏的嘛，可是这边却用虚设去讲它，代表对我来讲这些良辰美景都是假的，都不会让我感到快乐的。为何？因为变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？变纵就是即使即便的意思，即便你给我看了千种万种的景色，我要跟谁说呢？懂我的那个人已经跟我离开了，那我找不到任何人跟我分享我的经验、我的情感、我的心情，都没有办法了。这一些良辰好景对我来说毫无意义，因为没有可以分享的对象存在。风情指的就是前面的良辰好景。柳永的词呢，虽然有一些它是涉及到比较离俗的，甚至是有一些情色那一面的那种诗作可是当他在写这种羁旅之苦、行旅之苦的时候，他用的词汇其实非常的雅致，表达的情感呢也是非常的深刻的。
历代以来都对于这样的一首词啊，他是赞赏有加。还有记录啊，苏轼问别人说我的词跟柳永的词比起来，谁比较好呢？今天就是我们柳永的词作雨霖铃，寒蝉凄切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各位拜拜。